山水此相逢，最美便是绍兴。您最想去中国哪里玩？请订阅我的频道，今天带您走进浙江绍兴。绍兴位于中国的东部，距离杭州约60公里。窄窄的巷子，旧旧的青石板路，潺潺的小桥流水，偶尔荡漾在水中的乌篷船，与杭州的繁华喧嚣不同。绍兴以它宁静古朴的氛围，为寻求宁静与惬意的旅行提供了绝佳的休憩之地。香脆的臭豆腐，口感独特的梅干菜，还有那鲜嫩多汁的黄鱼面，香甜可口的黄酒冰棒和黄酒奶茶，这些美食不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更在享受美食中慢慢了解这座城市的故事。下面就一起来探索绍兴好玩的地方。1. 鲁迅故里。鲁迅故里是绍兴市区保存完好、最具文化内涵和古城水乡风貌的历史街区之一，也是鲁迅诞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故土。走进绍兴鲁迅故里，时光仿佛倒流回那个台门深巷、书声朗朗的年代。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乌篷船在河上晃晃悠悠，此情此景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场景：百草园、三味书屋、竹丝台门、鲁迅故居。这里是原汁原味解读鲁迅作品，品味鲁迅笔下风物，感受鲁迅当年生活情境的真实场所。鲁迅祖居周家老台门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台门建筑，粉墙黛瓦，马头墙高耸。推开厚重的黑漆大门，3进深的院落次第展开，雕花门窗上的缠枝纹饰依然精美。在这里，年幼的鲁迅第一次感受到家族兴衰的沧桑。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百草园，这个不足200平米的小园子，在鲁迅笔下成为了充满童趣的乐园。2. 绍兴东湖。古越绍兴，山清水秀，历史悠久。绍兴东湖则是古城绍兴景色最为奇特的一处，它虽然出自人工，却宛如天成。与杭州西湖、嘉兴南湖并称为浙江的3大名湖。湖边的崖壁上投下的斑驳光影，就是千年石壁下的江南梦境。绍兴东湖位于绍兴城东的若山路，原是一座青石山。从汉代起，石工们相继在此凿山采石，经过一代代石工的鬼斧神凿，遂形成险峻的悬崖峭壁和沉幽深潭。筑堤为湖，堤外是河，堤内是湖，湖中有山，山中藏着洞。整个东湖犹如一座山水大盆景，在青石峭壁与碧水之间，雕刻出一幅流动的江南水墨。乘着乌篷船缓缓驶入仙桃洞，船桨划破如镜的水面。东湖的美还在于它精巧的布局，石板桥如新月横卧，连接着两岸的亭台楼阁，阳光将崖壁染成金色。乌篷船拖着长长的波纹，惊起栖息在岩缝中的小鸟，一幅以水为墨的画卷，晕染着江南文人的诗意。这就是绍兴东湖的魅力。3. 安昌古镇。在绍兴西北隅，一座被水波浸润了1000年的古镇，像一卷泛黄的宣纸，静静铺展于杭涌平原的烟雨里。这里是安昌古镇老街，依河而建，全长1747米。河之南为民居，河之北是商市，两岸之间古桥相连。那些被岁月摩挲的温润的青石板，曾是绵步商贾的足迹。潺潺流淌的河水，乌篷船悠悠驶过，船夫手持船桨，不疾不徐。小船划破平静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在埠头清洗衣物人们，棒槌起落间，水滑飞溅。沿着青石板路前行，街边是古色古香的店铺，酒坊里一坛坛排列整齐的绍兴老酒，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安昌古镇的腊肠闻名遐迩，街边廊檐下挂着的一串串腊肠，色泽红褐油亮，在微风中轻轻晃动。经晾晒风干，烹饪后的腊肠香气四溢，咬上一口，醇厚的肉香在舌尖散开，那独特的风味令人回味无穷。古桥上驻足凭栏，白墙黑瓦的民居错落有致，静静地欣赏着水乡风光，来来往往的行人似在赶赴一场千年之约。
4. 仓桥直街，走进来是烟火，走出去是人间，这就是仓桥直街。全长约 1.5 公里，是绍兴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街区之一。待到春末夏初花开时，更是美得如梦似幻。当你以 City Walk 的方式漫游仓桥直街，沿着青石板路一路前行，街道上飘着臭豆腐的焦香，茶馆里蒸腾着茶香的氤氲。这长街一半是唐宋的味道，一半是市井鲜活的江南。踏入小巷，古朴的老屋，热情的街坊，潺潺的流水。随着餐馆、咖啡馆、小吃店的逐渐增多，这条老街也增添了几分繁华。两岸青瓦白墙的倒影，门头上的灯笼和彩旗随风飘荡。此时品尝一下用黄酒制作的本地美食：黄酒棒冰、黄酒酸奶、黄酒奶茶、黄酒醉鸭。随意走进一家茶馆，在这里慢悠悠发呆，感受江南水乡的悠长韵味。整条老街变成了2500年绍兴市的微缩剧场。5. 书圣故里历史街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文化传承就是最重要的一环。绍兴这座古老又宁静的城市，孕育了无数的文人巨匠。书圣故里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文化瑰宝。书圣故里历史街区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吉山南路，总面积大约 0.8平方公里。这里是书法巨匠王羲之的故乡，也是学界泰斗蔡元培的故里。粉墙黛瓦，青石板路，里弄小巷，小桥流水，庭院深深，更是一片保存完好的历史风貌区。走进书圣故里，一步一景，皆是故事。作为被世人尊称为书圣的王羲之，晚年书法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所写的《兰亭序》更是被历代书法家公认为举世无双的天下第一行书。其子王献之在他的教导下，也成为了一代书法大家。父子二人更是被人们合称为二王。借主讲寺是书圣故里最著名的景点之一，相传是王羲之的居所。借主讲寺前的墨池，据说这里曾是王羲之习墨涮笔的地方。灰白里带着黑的色调，几条红色锦鲤在池中游动，宛如画卷中挥毫泼墨而成的水墨花一角。6. 釜山直街。青石板上的千年烟火，清晨5点的薄雾还未散尽。釜山直街的青石板上已响起排门板卸下的吱呀声。这条北起越王台，南至鲁迅西路的1400米老街，像一条时光隧道。黑瓦白墙，青石板路，熟悉的面菜饭招牌，各种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仿佛一座老城在这里苏醒。早上的6点到10点，来走一次釜山直街，干一次江南早市，感受老绍兴人一天生活的开始。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充满生活气息。只要不下雨，早市几乎天天都在。活蹦乱跳的河虾，竹竿上挂满的酱鸭香肠，嫩绿的蔬菜瓜果。逛完后，还可以沐浴着早晨柔和的阳光，在釜山公园漫步。釜山公园镶嵌在城市的中央，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散发着独特的韵味。大片大片的绿树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嫩绿的草地，不知名的野花，就像动物们的乐园。鸟儿在枝头吱吱喳喳，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充满生机与活力。7. 柯桥古镇，位于柯桥区。绍兴有4大古镇：安昌古镇、柯桥古镇、东浦古镇、斗门古镇。它们犹如4卷水墨长卷，各自承载着江南文化的独特基因。安昌古镇当仁不让的第一，它完整保留着明清事业文化的肌理，河道两侧林立的讲园、钱庄、事业故居构成活态的历史博物馆。东浦古镇作为绍兴黄酒的发源地，这里的空气都弥漫着酒香。而柯桥古镇凭借运河畔的光影秀和文创，让现代与传统融合。古桥上雕刻的24小图，细节处可见匠人匠心。与白日的喧嚣不同，晚上的柯桥古镇仿佛被赋予了神秘的生命力。
流水、灯光、绚烂的色彩交织在古镇的每个角落，弥漫着迷人的气息。现代美与古典雅韵的交融，共同演绎出一幅幅流光溢彩的江南夜色画卷。灯火阑珊，柯桥古镇更添几分如梦似幻的景致。8. 西小路位于越城区，这是一条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水乡老街，人少景美，古朴宁静又人文荟萃。一河一街，街河并行的布局。西小路历史街区和仓桥直街差不多，都是临河而居，但是与河道之间隔着一整排房子，形成单独的街道。与仓桥直街相比，这里的街道显得冷清很多。正是因为游人稀少，反而更有悠闲的感觉，更加适合游玩。西小路东边宽阔的河道，两旁粉墙黛瓦的房子。这些房子虽然都沿着河道分布，但却错落有致。虽然都是原生态的房舍，但是保存的比较好。它们倒映在河面上，也更显江南水乡的韵致。民宅建造的茶馆，廊下的露天茶座，在这里坐下来喝一杯茶，边欣赏河上风光。河道另一侧的王阳明故居，他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他独创的阳明心学成为一种哲学思想，成为自成一派的儒家学说。9. 八字桥位于越城区，在绍兴这座被誉为江南水乡的城市，桥是这座城的文化标签。八字桥始建于南宋嘉泰年间，也就是1201年到1204年，因两桥相对而斜，形状如八字而得名。八字桥建在3条河道的汇合处，由主桥和辅桥组成，结构简洁稳固，如同一座简单的立交桥。以八字桥为中心的这片街区，白墙黑瓦的民居依河而建，斑驳的苔藓，飘摇的水草，带着滋润气息的空气。木篷船停靠在桥下，河水仿佛也停止了流动。广宁桥、东双桥、纺车桥、龙华桥，它们各不相同，却都饱经风雨而不倒。裂开的青石，斑驳的栏杆都显出桥梁的古老。青石夹缝中的植物，它们与古桥同生，生机盎然地点缀着桥。站在桥上静静眺望，3辆乌篷船沿岸而靠，屋屋相连，带着水墨色彩的江南民居随河水铺陈开，河流串起散碎的时光，像极了电影里的那些古代江南曾有的烟雨往事，尽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闲适和惬意。10. 沈园位于越城区鲁迅故里东侧。沈园是南宋时期一位沈姓商人的私人园林。沈园主要由北院、东院和南院3个部分组成，布局错落有致，色调庄重典雅，各个景点之间相互映衬。沈氏原石牌坊后面圆墙下的断云石，隐喻着一段爱情的悲剧。断云石从中断裂，却未完全分开，好像在向人们诉说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故事，也点明了沈园的主题。与其他大多数的江南园林一样，池塘、假山、流水、凉亭、廊道，精巧的园林布局和雅致的建筑风格完美融合。夏赏荷花，冬赏梅，水中自由觅食的鸭子，池里尽情游弋的红鲤，它们的自由快乐与读起沈园里石碑上的这首钗头凤诗词时却更加伤感悲凉。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